3、2、1。复盘一下打野鲁鲁修。身位漏了，虽然不知道对面有几个人。海敏可以抓，这个位置可以秒。枪稍微码了一点，预秒有问题，可以直接提了。对面也觉得要进了，肯定能雷死的。炸弹携带者被击倒，感觉有点呆了。啊！防守方胜利。行吧，这就是感觉有点不会走路的意思了。首先预秒有问题，然后不会走路，地图理解倒还好。拉这种枪位绝对是要有预秒，提前预秒，并且你是能要打提前枪的。而且那个逼是当着你的面往前走的，为什么你没看到呢？信息处理能力也有问题。战斗即将开始，请做好准备。5、4、3、2、1。他哭那个点，那你就可以往前站了，可以往这边站，对面进了。中路直接拉呗，中路直接拉呗，速度是最快的。肯定跟队友一起打。如果你要这边打的话，你最好能打过，但是你又没找到机会。对面清的好慢啊！跟队友打，知道吧？弗拉维亚是打第一枪位的，第一枪位是帮队友拉枪线的。你 Q 技能就只有这个作用。喜欢自己走，那你最好能打过。并且你出慢了，知道吧？为什么说你就当时那种情况下，你这边中路的人最好是从 A 小这边啊，不是从 A， 最好是从那个 A 大A 大那个窗口那个地方直接跳出去，懂吗？请做好准备。那样速度是最快的，一定能补到枪。4、3，你一样能打第一身位。1，单人手臂吗？单人手臂不能往前走。别攀枪，你怎么敢在这个地方跟对面打的？还给我拉走啊！烂了。啊？这里能活啊？也对了，为什么你这么喜欢去对枪呢？只打属于你自己，对于你来说比较，为什么你要顶？虚幻不实。牛逼！这炸弹已你成功打得准，你打得不准，你还跳还不会跳，你还肩射跳，完全影响你自己的瞄准。你直接腰射给他跟死就完事儿了，这个距离。拉枪位，别开枪啊！他有枪位，你怎么可能打得过他？习惯差的要死。近点第一身位不要开枪，先拉包点枪位，有掩体之后再打人。飘过去，懂吗？他出来打你，你队友会打他的。全是坏习惯。喜欢贪枪，还不会用掩体枪，走路也有问题，预瞄有问题，基本功差的离谱，跟枪也不行。战斗即将开始，请做好准备。5、4、3、2、1。
一。最主要的一点是，算了，这思路的问题后面再说吧。你这个局也谈不上思路，毕竟是中子，就不给你讲那么多了。讲那么多的话，可能讲了你理解不了。我现在就跟你说一个很简单的，就是这波对枪就死嘛，我就是这么说，好吧？这波你对枪就纯死嘛 ，OK， 已经没了。就你不仅要对，你还要往前走。蝴蝶。我现在需要你有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思路，懂吗？我需要你有一个拉人啊！操你妈，拉人！炸弹携带者被击倒。好枪！哎，有你没你一个样。我现在需要你有个最简单的一个思路，就是我们玩防守方，首先一个目的是为了阻止对面进攻方进点，对吧？而不是在对面进攻方就是还在犹豫打哪个点的时候，我出去跟对面骚一骚 ，pick， 哎，我出去偷点伤害，让对面知道你在这儿，那你这样子会让进攻方的思路更加明确，对吧？战斗即将开始，请做好准备。这样你只会让对进攻方的思路更加明确，他会让更加知道要打哪个点。藏信息会不会？用掩体枪藏信息，真正到小黑屋里面了，你说你想接人，我觉得没啥问题，接呗。但到这儿你去跟对面外面的人去对枪，你什么意思呢？你还要去？OK， 被造出来还对，看，就赌对面打不死你，看到没？是我操你哦 ，nice， 好枪。为什么对面要打中？对，为什么对面要提 A 呢？你觉得这波一点碎跟你有关系吗？如果从一些不会玩的人的一些视角来看，就他们就可能就会认为，我A 点这波我手臂的 A 点这波碎跟我没啥关系，对面 A 点自己守不住。但如果说你要以对面会玩的一种思路去判断，就中子局确实跟你没关系。但你要在起点局里面，你这就跟你是有关系的，懂吧？跟你关系大了，跟你的逼关系特别大，懂吧？因为一个5格斗的一个蝴蝶，这个蝴蝶要是在 A 点，对面是不敢进 A 的，懂吧？要是在 B 点，对面也是不敢进 B 的，等于你是一个关键分，你在哪，对面不敢打哪，懂吧？就看你在 B 中路又他妈有一个喷子，信息他妈这喷子喜欢出去喷2枪，那也知道了。上面这个 B 也开枪了，中路 B 跟 B 点起码他妈至少3个人，是吧 ？A 点一把长枪，一个烟雾弹一封就往里直接顶。但携带者已被击倒，所以你这波 A 点碎了，跟你关系其实也有。炸弹携带因为你这几个 B 瞎鸡巴漏信息，让那边看到你们哪个点人少了。已被击倒。就你单纯的守点给队友提供信息，然后自己接近点的人不好吗？为什么你要去跟远距离的人去对枪？这把枪是让你去远距离对枪的吗？虽然不知道对面后续为什么烂了，防守方那能赢跟你也没关系，就这么简单。反正你这一整把，要么就在逛街，要么就在犯罪，懂吗？就等于是 A 点队友3个接5个。就你像正常的情况下，这种情况下能出现吗？那个新位还是大刀传过去的，应该说A 点是2打5，不可能打得赢，我跟你讲。所以我就懒得跟你说这种局的一个处理方式，我只是上把给你稍微提了一嘴，就反正你后面注意一点就好。就其他的一些战术方面的思维，我就不跟你说了，因为没用，你用出来也没用，队友不会跟你打配合，对面的一个进攻思路也一样的是抽象，所以你就在乎你的基本功，一个是你的跟枪去练，然后你的预瞄绝对是有问题的，你的预瞄速度太慢了，然后走路的时候你的预瞄也基本上是不会做的，瞄一些可能有人出现的地方，懂吧？不要贪枪，玩防守方尽量用你的枪位啊。这个身位你不真的是神人，你这个身位。这个局真的换任何一个稍微玩的好一点的局，就准一点，也不用玩的好，准一点。你已经给他尽孝3把了，懂吗？你绝对已经给他尽孝三次了，纯尽孝。我一人
即是千军万马。你趁Q 还在的时候你不拉他，等 Q 没了再拉吗？不是有减速雷吗？炸弹已成功安装。神人，就结束了吗？唉，神人。星光指引前路。啊，一般。虚幻不实。不，你在干嘛？我不理解。2打1为什么你要往回走？而且七会给你丢3个 Q， 你不拉正面，你要从侧面出，是吧？那从侧面出我已经不想说啥了。OK， 从那出也没啥问题，虽然说挺傻逼的。出你就出吗？是吧？这边2打1，为什么不能打？你告诉我为什么不能打？为什么不清新会？为什么你要往点里进？这2打2能他妈拆成2个1打1？你还没打过，主要是新会也没打过。别眨眼。然后你一个人一打，就是你一个人，就只剩你一个人的时候，你要把这个大给开了，我觉得没必要开大了。不要错过接下来的。你怎么还不退出去？是吧？你说你自己不是神人，你自己信吗？纯神人，知道吧？新会给你丢3个，他等你过来给你丢3个，他为什么自己没打？他要像你一样个人英雄主义，你妈，或者说你一个人想去给对面去顶对面，他早上了，他为什么没上？他等你是吧？等你过来给你丢3个 Q， 想跟你一起双拉，然后你不帮他拉，你走你家就算了，然后他帮你拉，你还不补枪，你还要去跟对面打1v1，请做好准备。你5、4、3。就如果这个新会是 ID 哥，他也红，知道吧 ？ID 哥也包红的，真的说 ID 哥绝对不会给你拉，就因为有你这样的神人，你是真神人。2、1。因为有你这样的神人存在，所以说导致现在这个环境里面，想拉枪线的人越来越少，你肯定会被卖的。就给你丢3个 Q 让你拉，你不拉 ，OK， 他帮你拉，你又不跟，就完全都没有想跟队友一起打的一个想法。然后又开始尽孝，你看，又开始尽孝。怎么尽孝？人家这不拉出去了吗？说别人不会拉，就拉出去就尽孝啊！被击倒，要提前谢幕了。因为对面狙是神人，所以说你这不能打赢。上小档了。炸弹携带者已被击倒，当凌神罚。就我记得我以前给你复过盘的，就跟你说的问题你还是没改，间隔太久了，我有点忘了。那你如果有这种问题的话，我以前绝对说过。啊，可能是当时没有启动兵力表。哎，如果当时启动兵力表的话，就能记下来了。所以我也在兵力表上。这样的第2次复盘屁东西没改。4、3，没时间打。2。娱乐玩家嘛，只是想轻松玩一下的话，那我就无所了位了，好吧？想轻松玩一下就无所了位了。你可以去玩一般爆破，那你要打排位的话，还是要学一下这些东西的，知道吧？就不打排位，只打一般爆破的很多人就这么玩的。这种近距离的一个，就是跟你说了很多次，是近距离的一个。腰射跟肩射你得会用，绝对不能这个距离用肩射的。还有就是你的跳，不要去跳射，你不会跳，懂吗？在你跟枪没有能达到给人锁死的一个枪法情况下，你不要去跳。你什么时候能自己一梭子能确定秒一个人了，你再去学怎么跳射。战斗即将开始，请做好准备。生化模式大概1到3月初好像。
但我觉得生化模式，我觉得它如果有一个元素啊，就是你们觉得生化模式最重要的元素是什么？神人，真的，这机枪是神人，你们也是神人，家族的期望。牛逼，还要对，你这喜欢对枪这个毛病，你什么时候能改呢？喜欢马路中间对枪这个毛病，什么时候能改？炸弹已成功安装。近点是可以进，但你们进点之后一定要往里面推，懂吗？去拉近点才不会被那个机枪架到，肯定要往里面进的，不可能在那个地方架枪的，你那肯定要被机枪直接秒掉。CS 的生化是玩过去，纠正一下 ，CS 的生化仅限于以前的生化模式，就生化1跟生化2的时候。然后，那是 CS Online。那如果说你要是 CS 1.6那种个人的一个僵尸服务器，那确实挺好玩的，那个很原汁原味儿。就以前最近不是有那个为什么没人点这逼不点甲呀？你要网一小打单人突破真牛逼，我说实话，你这么快就忘记右边有人了？不明白，反正你在玩单机游戏，无论是防守还是进攻，真的，防守把空虚之间，把给对面尽效，进攻方把单走是吧？也不是单走，就是你为什么不跟队友一起打？对，画面的粗糙反而更恐怖了。进啊！第一身位绝对是往里直接拉的，你看，然后你还容易犯一个错误，对吧？近点墨迹喜欢摁他妈闲话，我估计你在路上见到人，你还要开枪的，知道吧？你第一身位拉，你还要开枪的，那绝对不能这么玩，对吧？你虽然现在没犯，因为对面 B 点没人守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你家 B 点你家有人要往中路打，挺抽象的。炸弹携带者已被击倒，肯定不帮的呀，他能走的吗？肯定不帮，有枪位你们要放，你们要往中路打，就尊重个人选择，知道吧？是的，糟糕，我辜负了家族的期望。抛弃助人思想，尊重他人选择。你这边也是，懂吗？队友就应该卖你，我都怎么明白为什么你要出？攻击方胜利，决胜局。因为这个局就是抽象局啊。丁真老师来了，随便打，因为这个局就是抽象啊。跟他说的，局就是抽象。4、3、2、1。充满信心，期待着明天。新的风暴已经出现，怎么能？你为什么要断中路啊？就我不理解，就你知道提币的话，肯定是要从这边你封个烟雾弹，从这边直接进的呀。他们从下面进，你从上面进，不这样玩的吗？那你在这干嘛呢？等对面来抓你呢，是吧？让你久等了。看到你了，怎么说 ？OK， 烂了。还能走，风烟还能走。炸弹携带者已被击倒，纯他妈尽孝！决胜局，你就给对面尽孝吧，真的，你就给对面尽孝吧。
就你就稍微动动你的脑子，你就想这把要打哪个点，你就知道你那波什么逼操作了。你后面你自己想你的行为，你都感觉有点不合逻辑，知道吗？一点逻辑思维没有。明显队友往 B 点走是要进 B 的，并且你队友已经把那把点位站下来了，你都不往里去，那你干嘛呢？断回防，你要1打5啊？所以我说你就是完全不把队友当人，你自己你也不把对面当人，你问题是你技术还没那么好。你1打1你都不一定打得过对面，你还喜欢玩个人英雄主义，还喜欢玩单机游戏。也是个鸡毛啊！丁真老师就是菜，没啥说的。就质疑丁真老师的人，就直接跟他打好仓库，知道吧？直接腰斩他就行了。5，我要是认真玩的话，我能给这个逼打到50-10出来，你信不信？1，我要认真跟这个逼打，我能给他打个50-10出来。虽然可能有点困难，对吧？啊，那就50-15吧，50-15挺简单的。利刃独行，追风逐影。对，可以往里进，上压力啊，打呀，肯定追死的。OK， 脉冲领域，家族的期望。接刀，没有人可以捅破我的枪口。3个都确定，烟刀啊！哎呦，烟刀啊，就直接往他们脸上砸烟，对吧？扔完一个刀之后出去，直接往他们脸上砸烟。你在脉冲领域外面单方面透他们，他们肯定不敢打的，是吧？不知道。丢治疗炸弹携带者已被击，炸弹你携带者觉得你回这2-3点血量很重要吗？你觉得你回这2-3点血量重要，还是你先帮队友补枪重要？就拉你起来有啥用啊？不明白，你这个决胜局，怎么想法这么奇怪呢？就你真的把队友当你的消耗品，然后你还不喜欢去跟他们打协同吗？你这想法有点奇怪了。你的一个目的是为了保活，而不是为了赢，是为了打输出加保活，不是为了赢。那你这个想法一出来，就基本上可以下定论了。技能也不教，起来第一时间也技能。战斗即将开始，请做好准备。先丢治疗雷的来了。5、4，想去后面绕他们执行啊！1，想去后面绕他们就执行，对吧？那你在原地在那这晃半天干嘛呢？等队友死完了，然后你才准备出。丢道具屁这现在，我就是进中即将破茧的焚风。进中打他呀！别在这架枪，去往中路提，跟队友走。他来打你了，优势枪位 ，OK。小心信的位置没见过，他可能会从 A 大绕。OK， 不跳不是还行吗？不跳的转火不是还算看得过去吗？这时候用治疗雷，对吧？往 B 点走，帮不上了已经，那个位置肯定帮不了。能2打1就2打1，你把这个另卖了都行。他能打过就打过，打不过就算了，让他1打1去。这种情况下就是确实该卖的，这全是基础问题，你去练吧。这是我这一整把没跟你说过什么打法上、战术方面的一些，还有站位上面的一些东西，都是一些基础，你自己去慢慢练。我给你总结到兵力表里去了，把这些东西给它改了。这个兵力表里边这些东西给它改了。把你的跟枪练了，把预秒练了，走路的一个问题，别贪枪，掩体枪要用，对枪不要跳。你的个人英雄主义跟玩单机游戏，看你的想法，懂吗？多去跟队友打协同跟配合。